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来看蟹爪兰。蟹爪兰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种花，它的盛花期呢，主要是在金秋时节。每一年大概10月份左右，蟹爪兰就开始结花苞。我的这盆蟹爪兰已经养了非常多的年头。去年呢，我把它们修剪了一番，现在看起来呢，状态非常好。那这么漂亮的蟹爪兰，真的可以说它是风华正茂。那其实蟹爪兰养护起来非常简单，其实呢，我也就是只做到了3点。这3点能做到呢，蟹爪兰一定会，它的花会开爆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每一年在早春的时候，它的花呢应该全部开完了。因为蟹爪兰除了秋天开花，有的时候在初春也会开花。假如正好光照够的话，那反正在初春它的花后，就给它做一次比较重的修剪。基本上要把它开败的花下面的2-3个棱镜都给它剪掉。另外反正你看一下怎么样植株漂亮就怎么修剪，没有太大的关系，不用太纠结哪一些一定要剪掉，哪一些一定不要剪掉，其实就是植株看上去漂亮就可以。另外弱小的叶子肯定要剪掉，因为会影响它开花。那早春时节剪过以后呢，在5-6月份就可以把它放到户外。蟹爪兰可以耐受摄氏10度左右的气温，所以当夜间气温不再低于摄氏10度的时候，就完全可以把它拿到户外去了。即使是稍微冷一点，比方说摄氏8-9度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它很喜欢户外的环境，拿到户外以后呢，立即就给它施一些促进它枝叶生长的花肥。像促进枝叶生长的花肥呢，施1-2次就够了，它整个盛夏呢会开得不停。我说错了，不是开得不停，是叶子长得不停。这个时候的光照呢，也是蟹爪兰很喜欢的。但是注意中午11点以后的太阳它不能晒，下午4点以前的太阳它也不能晒，所以要找到一个位置，就是一大早有太阳，傍晚有一点太阳就行了，或者只是早晨有太阳，它在户外晒到上午11点以前的太阳，就对于它今后开花就足够了。那这个时候呢，还可以再做一次简单的修剪，但是这一次不是重剪，只是把长出来看上去太弱的那些小叶子把它给剪掉修掉，留下呢它新长得比较粗壮的叶子。这些叶子呢在秋天的时候就会孕蕾发芽了。我已经说了2件事了，对，一个呢是在早春时节给它做重剪，另外一个呢在5-6月份气温合适的时候搬到户外，开始施促进枝叶繁茂的花肥。那这些都做好了以后，到9月份的时候就可以给它施一些促进开花的花肥了。其实我就是用养蝴蝶兰的花肥往它盆里面倒的，因为蝴蝶兰经常要泡盆，所以蝴蝶兰施过肥以后的肥水还没地方扔，我就多数呢就交给了蟹爪兰。那么蟹爪兰呢在9月份就吸收了这些花肥以后，在10月前后它的花蕾就会疯狂的长出来。我其实今年花肥施少了，因为我有一些忙碌忘记了
可能呢施的少了一些，如果施多一些，它的花苞会更多。但是其实花苞太多也不见得是个好事，因为有一些太小的花苞是开不出来，因为到10月中下旬总是要移到室内的，一搬动呢，那些小的花蕾都会掉。所以差不多吧，这样一盆能够结这么多花苞就挺好的，非常美了。那就主要是做到这3点，一个是早春时节种剪，夏天移到户外，要注意遮阴，它会不能接受暴晒，会把它叶子晒伤。然后就是在9月份给它施促花的肥，这样呢蟹爪兰几乎年年都可以爆盆，养护起来呢相对于其他的花要简单轻松多了，而且也太容易繁殖了。好的，那今天呢就关于蟹爪兰就说这么多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欢迎大家订阅分享与点赞，我们下期再见。